Hello， 各位朋友，早上晚上好，这是一老大。比特币经过上礼拜五的洗盘后，现在又站回119000了。接下来比特币会怎么走呢？我们赶快回到比特币的盘面吧。首先，我们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可以发现我们上礼拜就是昨天这个周线收的蛮漂亮的。它的收线是收到上礼拜这个阴 K 的这个上边缘线的上方。这个对多头来说是一个绝对强势的一个讯号。那也可以发现，现在大周期来说，它的上涨趋势还没有被破坏掉，所以现在还是一样多头强势。那我们看一下更小时间级别，好了，我们看一下4小时时间级别。现在目前我们这边有一个紫色的框框，是我们之前画的一个大型盘整区间，上边缘线是在12万美金，下边缘线是在115700美金。目前比特币的价格是在119500美金左右，那它也在这个大型盘整区间里面。那我们仔细可以看到，发现它其实有一个重心有微微往下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可以画出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它刚好现在就在下降通道的上边缘线附近。那我们要看它多头开启的话，至少要等到它这个脱离这样的区间，我们把它当12万美金好了。它有效的涨上去以后，我们才来当做它是多头应该要开启。当然也不排除它会不会往上再冲击一下前高附近，然后又这个假突破跌回来，这也是有可能的。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的部分，我们再来做判别好了。我们看一下数据哦，目前我们看的资金费率部分数据是在 0.0099， 它是比 normal 值 0.01 来的小的。当然以数值来说，这个数值是好的，但是以这个状态来说，这个资金费率其实一直在这边晃来晃去的，这个随着价格的上升下降的时候，在这边晃来晃去，代表这个资金费率的粘性是蛮强的，所以很有可能未来比特币可能拉到12万或者12万再多一点点的时候，这个资金费率就忽然飙高了，这时候是非常不利于多头的。那如果资金费率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是在维持在 normal 值以下，或者是比较随意的增长的话，这样子才有可能给到这个比特币多头有良好的上涨空间。目前的话，我们只看数值的话是 OK 的，但是这个粘性看起来可能不太理想，所以资金费率我现在是给它偏空的一个判断。那如果是多空持仓人数比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上礼拜五的洗盘的时候，之后的反弹都是由这个大户进场的，因为这个多空持仓人数比数值是一路的往下，价格是一路的往上。多空持仓人数比人数越少的话，代表这个主力大户进场，散户是离场的。对，那目前这样的趋势就是主力大户看起来是有进场的，而且目前还有一直不在进场的状况，所以多空持仓人数比我给他的这个判断是一个偏多的一个讯号，但是资金费率它有潜在的粘性很强，所以可能未来只要拉涨一点点，这个又不行了。对，所以如果是庄家，很有可能他会再故意往上拉一点，试探一下这个资金费率有没有人忽然又去追涨，然后开杠杆追涨。对于主力大户来说，庄家来说他是不喜欢的，所以他会更想要下来洗盘。那一定会有朋友问说，那是不是这个资金费率这么高，或者是之后稍微拉高也就升高的话，会不会就不会上涨？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市场里面有很多的庄家，因为庄家不是只有一个，它不是真的赌场嘛，如果是赌场可能就一个庄家，可是这种做交易的市场，它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个庄家。那有的就是技术型庄家，技术型庄家就是靠吃这个流动性价差，所以他看到这个数据比较不好的时候，他就知道哪里的流动性他可以往哪里走，有肉可以吃，他就会在这边盘整吃这个价差。但是有另外一种庄家，他可能是做这种基本面或者是这种趋势型庄家，所以他是靠着这种一直长时间做空或长时间做多来赚钱。那特别像是这种 Michael Saylor 这种死多头庄家，他基本上只有买进而已。那这时候
如果这种庄家，而且 MicroStrategy 的资金又很大，所以到时候市场上又有那么多的庄家在互相神仙打架嘛，看谁的钱多，谁来决定方向嘛。但是这种趋势型庄家或者是 MicroStrategy 这种死多头型庄家，他不是每一次都会这么快的就去进场了，所以有点像是我们不能很正常的去判断说他哪时候会进场。对，通常会需要市场上有一些不错的利好的时候，他才会有大量的进场。那一般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技术型庄家，所以看到这种数值不利于这个做多的话，他就会来做洗盘，就是他会做一个反方向的去洗盘。那刚刚说了，就是有没有可能就在这个数字里面不好的数据里面，它就往上拉，是有可能，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的去年的。最经典就是去年的11月吧，2024年的11月，它其实在这边的资金费率也是拉一点点，它就忽然飙高了。在这边，它原本是小于 normal 值 0.01 的，但它稍微拉一点点，结果数值就变成 0.015 了，飙高了。那正常来说，技术型庄家就会在这边放空嘛，一定会有不少技术型庄家在这边做反方向的，但是后面还是依然的去爆拉。为什么？我们看一下数据哦，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MicroStrategy 是疯狂买入比特币的。你可以看到，它11月这个时候，它是忽然爆买了20几万颗比特币。那这个价格不会被爆拉上去，怎么可能嘛？一定会拉上去的啊。对，这时候技术型庄家就被嘎爆了。对，这时候就是趋势型庄家赢了。可是现在 MicroStrategy 或者是这种趋势型庄家有没有要进场，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资金费率在目前，如果是技术型庄家控盘的话，它会比较倾向于洗盘的，更深度的回调的，这是比较有可能。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技术线型，可以看到这边有个下降通道嘛，它现在在下降通道上边缘。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就这个数据来说，我们可以在这个上边缘尝试做空，下边缘尝试做多。但是，一旦它有效站上去的时候，要赶快改变方向，这个是就是需要比较高的这个反应和技术啊。那我们看一下我目前的持仓状况，虽然我刚才有点是看空的状况嘛，就是比较认为啊，现在因为数据状况不好，它有可能洗盘，但是其实这个一老大有很多个交易策略，就是如果你要到所有的指标都是看多的话，才去做多的话，你可能会错过这个市场。所以我们通常会有这个不一样的阿法，阿法在这个量化交易里面，它就是一个策略啦，就是我们不一样的阿法的 index 或者指标 index 来看，我们现在要做多还做空。那有的策略可能是做多，有的策略可能是离场，用很多不同策略去捕捉市场各个可能发生的状况，这样才会不会错过市场的行情。如果你就用单一阿法的话，其实很容易错过市场的某些特定的行情的。那目前一老大这个账户里面的这个单子还是坚定的持有当中，目前有浮盈19500美金左右。那这个账户是从6258块美金，目前是31300美金左右，大约是5倍的这个。从去年10月份啊，去年10月17号是6258块美金，现在已经是31000美金了。对，那还不错，这个策略也还不错。目前有着还有将近19000的美金的浮盈。好，这是其中一个策略。我们刚才有说了，如果我们有看资金费率的话，其实有可能我们像手上是没有这个持单的，但是资金费率你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一个策略嘛。如果有资金费率这个策略，那你可能某一个状况你就必须要把这个你的持仓增加，所以你这样子变相就是你的策略是多了一个。对，所以全部满足的时候，你是全仓的策略全部都进去。那只有部分满足的话，你可能是有些策略有进场，有些策略没进场，状况大概是这样，这样才不会错过市场的所有行情。那以目前状况的话，
单就现在的数据层面，还有像技术线型，很有可能有回调的需求啦。我们再看一个这个期货的部分，它其实这边有留一个缺口在18500附近，那期货通常这个7天内有可能会有回补啊。那我们再看看有没有机会，比特币又回到这边回补一下，再去做下一个动作呢？这也是有可能的。目前数据的条件，它比较有可能是往下，那甚至还没有可能会再下来洗盘到这个比上个礼拜五更低的这个位置，比114700还要来的低，这个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单就我们现在不要看这个 Michael Saylor 这个忽然爆买这个 case 状况排除的话，其实他有更高概率是会做这件事情，他会来这边的清掉这边114700的流动性，因为还是有不少的多头杠杆是在这边入场的，所以导致现在的粘性还是非常的强。那我们撇开这个未来，这没办法掌握的 Michael Saylor 的进场，我们没办法掌握的。这个我们撇开的话，现在是比较倾向于洗盘的。但是万一 Michael Saylor 爆买要怎么办呢？这时候如果你还去做空的话，你要记得做这个止损嘛，甚至你要反手做多，这些你都要这个策略你都要想好，去准备好，你才可以去进场做空嘛。不是说这样数据环境就是不好，然后应该这样。市场是蛮多变的，因为什么人都有，什么庄家都有，有时候他就是硬把你买上去，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需要各种策略去应付市场可能的变化，但是以目前的数据还有目前的技术线型来说，它是有回调的需求的。好，那我们看一下比特币 ETF 的状况好了。比特币 ETF 这2天还是持续的买入，那也是趋势为这个比特币来做书写的动作，让它有这个力气去继续往上爬嘛。这是比特币 ETF 的部分。那如果是以太币的 ETF 美股 ETF 的部分呢，以太币更强。刚刚比特币还有这个上礼拜还有3天的流出嘛，那以太币是一整个礼拜都是流入，而且这个金额都是比比特币来大。它是上礼拜五是 4.5 亿美金，然后上礼拜四是 2.3 亿，然后 3.3 亿 5.3 亿，这样子这么多的资金为这个以太币来做书写。我们看一下以太币经过这个大家给它输内力之后，它发生什么事了？它现在很惊人啊，它现在已经比上个礼拜五洗盘前的高点38000这个美金还来得高，现在已经到39000美金了。对，所以大家都已经把内力传给这个以太币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接下来应该它准备要来冲破这个4000块美金了，我们可以等着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好，那其实市场上还有一些不错的利好消息，像是这个美国刚跟这个欧盟达成贸易协议，关税是 15%， 适用于汽车晶片，然后也要求这个欧洲需要投资美国数千亿美元。对，美国算是那个川普算是大胜啊，就是这个利好消息对美股来说绝对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利好啦，就是有可能带动美股继续往上涨。那这礼拜还有那个联准会的这个利率会议，我们看一下目前通膨状况。像通膨从前阵子大概1个月前，大概最低点是 1.66%， 现在已经涨到了 2.05%， 它其实通膨是有点升温的状况。可是鲍威尔之前有讲说，他要降息的话，会希望这个通膨是定锚在 2% 以下，他才会想要降息。对，那我们看看有没有办法，这个关税定案之后，这个通膨可以会渐渐的往下，那让这个数据是在 2% 以下，让这个鲍威尔可以去降息。当然这可能性比较低一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Polymarket 这个赌盘。Polymarket 目前它7月30号利率会议，大家是群体都认为是将近有 96% 人认为这个不会有降息发生。7月30号就是这礼拜。那如果是9月17号呢，有 56% 的人认为会降
25个基点，也就是 0.25%。那如果是10月29号呢，有这个 46% 的人认为会降25个基点。所以总的来看，就是 Polymarket 的人，就是说，就是一种，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群体共识。大家的共识是说，7月30号要降息的可能性极低，可能到9月之后才有可能发生。对，目前市场是这样的状况。那我们再看一些宏观数据好了。这个是 Bitcoin Exchange Reserve， 这个是代表是这个比特币交易所的流通量。比特币交易所流通量的意思是说，比特币交易所流通的比特币越多，代表可以被卖的比特币越多，所以就有潜在卖压。在7月17号的时候，有大量的比特币，有3万多枚的比特币被转入到交易所里面，当然就会形成一个卖压嘛。我们在7月24号、25号就形成一个很大幅的回调。那还好，在那个回调的时候，这个交易所的币是其实有被这个需求所消化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比特币的流通量在那时候的下跌，其实有大量的被提币走啊，都是流出交易所的，流到他们自己的冷钱包，所以这是有被需求给吃掉这个供应的，所以这个卖压已经被消化的差不多了，不要说差不多，它其实被消化完了啦。所以现在这个交易所的卖压已经消失了，目前是没有卖压的，所以也是对比特币后面是一个蛮利好的。那现在看起来比特币有渐渐要回落的状况，它是被这个下降趋势线的上边缘被压制了。对，因为照数据来说，我们的确也是认为这个现在这个技术线型还有这个数据状况，它的确是还需要来回调和洗盘的。那我们再看看会不会哪时候 Michael Saylor 哪根筋不对又爆买，然后就把比特币拉上去了。这个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好准备，有这个发生的可能性。当然更大的可能就是技术型庄家来控盘的话，现在是有回调需求的。这是7月28号的更新，希望你会喜欢。那记得赶快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